综合美媒《纽约时报》和英国传统媒体《卫报》在5月4日的消息，尼泊尔这个不到3000万人口的国家新增感染病例激增，连续3天创下纪录。随后，尼泊尔当局向国际紧急求援，该国包括氧气供应、医院床位等各类医疗物资告急，出现短缺现象。而外界更是用迷你印度来形容当前尼泊尔的国内疫情现状。实际上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印度就开始不断向人口稀少的尼泊尔疯狂移民，配合上信仰文化输出，导致尼泊尔 86.2% 的人信仰印度教。可以说，印度通过这种用人口掺沙子的方式，几乎控制了尼泊尔的主要话语权。而就在印度爆发疫情之际，全球各国开始严守与印度的国际交流路线，尼泊尔却没有加入，这也导致如今尼泊尔被印度拖累的也遭遇疫情沦陷。有观察人士指出，如今尼泊尔的现状深刻反映出了我国的未雨绸缪。在印度国内疫情刚刚迎来第2波高峰增长期的时候，我国外长就率先联合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斯里兰卡、孟加拉国等关键人物举行6国线上视频会议，共同讨论抗疫合作事宜，联手建立免疫屏障，挽救更多生命。这一会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针对哪里来的疫情威胁，但是就当前南亚的国际局势来说，几乎就已经是在点名印度了。我国网上有观点就认为，从召开6国会议的参与国家的地理位置来看，几乎就是一个围绕印度周边所有国家建立的一个环印度防疫圈。当时外界对于印度疫情向四周国家扩散还未到紧急时刻，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中国提前预警的危机感。而如今尼泊尔国内沦陷的事实已经向外界证明，中国的提前预警正在成为事实，而当务之急也就是尽快将环印度防疫圈落实，防止印度这个毒池进一步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地区。有分析认为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中国提前谋划建立一个环印度防疫圈，其实也说明中国相关人士已经判断出当前的印度疫情已经没救了。一方面，新德里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疫情现状，另一方面，新德里还多次认为外界势力援助印度疫情暗藏阴谋，是居心叵测。可以说印度已经没救了，那么面对一个已经失控的毒池，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建立防线了。由于印度疫情大面积崩盘，导致该国社会秩序出现严重混乱，打砸的事件也越来越多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尽管印度对外公开的确诊人数突破了2000万，但按照单日新增确诊人数突破30多万的数据来推算，莫迪政府有很大可能隐瞒了真实的确诊人数。现在的印度各地区的医院人满为患不说，医疗物资也早已经严重透支，大量确诊新冠的患者根本得不到救治，就连火葬场都忙得不可开交。国内疫情如此严重，印度军方却又在拉达克边境地区搞起了小动作。据相关消息透露，印度当前正在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进行基础建设，其中就包括修建公路设施。以往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，拉达克边境地区都是处于大雪覆盖的状态，现在这个时候是最适合进行各类建设的。因此，印度哪怕是在国内疫情崩盘的情况下，也没有放松相关的战备。当然，该消息截止到目前也还只是通过小道消息透露出来的，不能完全确定消息的准确性。不过以莫迪的作风，该国在此时重返边境搞事情，转移国内矛盾的嫌疑很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前中印双方虽说就边境撤军一事达成了共识，但实际上印度军队并没有从拉达克边境地区大规模撤离，许多部队都是原地待命。简单点来说，印度在边境并不是完全撤离，而是在等待一个卷土而来的机会，继续跟中国作对。从印度军队的态度来看，该国是试图维持在拉达克地区的威慑能力。印度媒体更是直接地表示，边境现在局势缓和，不代表印度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这也就是说，印度很可能会再次挑起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，在边境战备不停就是一个危险信号。要知道，印度是中国周边唯一一个还没有跟中国完成边界谈判的国家，就冲这一点就足以值得我国警惕。再者，此次印度除了有转移国内矛盾的嫌疑以外，在分析看来还跟美国有关。印度是美国积极拉拢的对象，在特朗普极力打压中国的时候，印度就主动在边境发起了挑衅，以向美国示好。后来印度虽然从边境地区向后撤军，但是在拜登积极对抗中国的阶段，莫迪还是有很大可能会充当美国的出头鸟。如此说来，也难怪印度人心惊胆战，原来印度这是在给美国免费做嫁衣，不顾国内危机为美国出头。中印博弈赢家根本不在两国之间，而是美国。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，印度对抗中国都对美国有利，可美国会领印度这个情吗？
在美国眼里，印度又是什么？想必答案已经很明了了。疫情期间，美国是最先与中国作对的国家，尤其是拜登的上台，该国更是加大力度，想尽办法遏制中国的发展。这令我国人意识到，中美博弈不再拘泥于外交，军事上的较量将更为激烈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却突然向我国释放了服软信号，声称不会遏制中国的崛起。近日，七国集团外长在英国首都伦敦进行面对面会谈。此次会谈内容包括各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、气候变化、俄罗斯、伊朗以及西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等多个问题。相比其他国家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在此次会谈中表示，有必要努力打造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全球联盟。同时，他还声称，这次会谈的目的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压制中国，而是要确保中国遵守规则。西方是在捍卫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。据悉，这次会议是西方国家希望能够借此修复特朗普时期破坏的盟友关系，并团结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，扩大盟友以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。可布林肯这一发言却让其他西方国家摸不着头脑。最先叫板中国的是美国，现在最先服软的也是美国。美国想干什么呢？相比美国态度缓和，英国和澳大利亚倒是非常强势，在会议上公开要求七国联手对抗中国。前不久还对外宣称将派出不完整的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海域。为此，英国还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借了10架 F-35B 野型战斗机，向美国海军借了一艘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，甚至向荷兰海军陆战队借了一艘7省级戴顿的护卫舰。澳大利亚也是冲在最前面，公开警告澳大利亚与中国开战是可能的。美国身后的跟班都是如此强硬的要与中国作对，关键时刻美国自己却退缩，这实在令人意外。要知道，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在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和封锁，并且不断在加码。现在这是怎么了？对此，分析认为服软只是一个假象。美国如此急切地想阻止中国崛起，不可能在盟友国愿意向前冲的时候服软，唯一的可能是美国从台前转到了幕后，躲在幕后控制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冲锋，不用自己亲自动手还能从中获利。这种手段美国也不是第一次使了，英国、澳大利亚等之类的跟班不就是用来牺牲的吗？可利用的棋子自然要发挥最大的作用。总之，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态度不可能轻易改变，我国仍然不能对美国抱有任何的幻想，毕竟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，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。